上期我们用全景相机感受了不同的视角 ，Testway 主观评分6.5分，微博336名网友参与投票，获得平均分6.7分。看来观众的看法和我们差不多嘛。网友 Insta360 全景相机来抢前排了，耶！想不到还有官方频道关注我们吗？不是应该把我们拉黑了吗？网友 Charles Douglas 问：怎么没看到我们拍的全景视频呢？我帮你问一下摄影师啊。他说这个星期会上的。最近我做手机节目遇到瓶颈了，因为我认不清手机了。你看这几部手机从正面看有差别吗？手机同质化越来越严重，我麻木了。所以我们来聊一聊这几部相对来说还算有特色的手机。今天我们先聊一聊这几部手机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部。是哪一部来着？就是它了。Mate 20 Pro， 华为最新的旗舰手机。当我第一次拿到手的时候，我就已经被它惊艳到了。外观更有大厂风范，有木有？这8曲面拿在手上，简直神似三星 S9 加。没错，在这个全面屏的时代里，正面太难做出差异化了，因此这时候外观上的差异只能通过背面展现了。P20 Pro 的时候，华为通过3摄和极光色抓住了我的眼球，而这次的翡冷翠，个人觉得也是非常好看，简直和我们配音间的窗帘是一样有逼格。只是经验不如以前，因为你看，今年的厂商都喜欢用这个绿油油的颜色。还好，颜色虽然不突出，但采用的微米级黄光蚀刻工艺，手感很突出。不是我说，拿上它，你绝对不会想着戴套子的，很滑、很顺，舒服一逼呀。当然，要说最独特的地方，非这浴霸莫属。目前应该没有人模仿得来。这样的设计，看着看着，嘿，你好像还觉得挺好看。日常使用运气不错，屏幕没绿，这样的弧形屏配合上好看的壁纸 UI 也好看了不少。虽然长得像，但刘海还是提醒着我，它并不是三星。它是谁？它是集大成者，3D 结构光和屏下指纹它都有，放心，支付级别的。这样钻牛角尖的人应该少了很多吧？嘿，你看这个 Face ID 真的很好用哦。用个锤子啊！那我风沙天戴着口罩怎么办？那这个呢？指纹也很好用哦。好用个锤子啊！那我冬天手冷戴着手套怎么办？我就知道你会这样说。敬请看这个。那我冬天手又冷又戴着口罩又戴着手套怎么办？好吧，你牛逼。指纹的设计比较人性化，当手指在识别区域上方时就会自动浮现，方便你的解锁操作。但对我来说，能用面容绝不会用指纹，因为指纹解锁的速度和感觉相比 Face ID 差了很多。不过目前微信只支持指纹支付，所以就得将就一下了。还是支付宝好，两者都支持。全面屏的手势开始向小米看齐，用起来顺手了不少。不过界面的优化还需精进，注意看这边角的变化。嘿，有点意思。鲜艳的 2K OLED 屏，对于我这个看惯了 iPhone 10的人来说，对比度高了很多，看着还真有点索尼的感觉。扬声器声音大，不过主扬声器和 Type-C 接口合为一体，这就有点奇葩了。也就是现在，你如果想买一个 C 服的旗舰，话不多说 ，XT3 绝对是挺丑的，经典复古银黑配色，女生拿着眼。倘若你插着充电宝看视频的话，多少会对音质有些影响，不过也不是完全听不到就是了。性能方面，麒麟980终于来了，个人觉得日常使用和845的手机没多大区别，玩崩坏3吃鸡没有问题。拍照。我为什么喜欢华为？因为我喜欢用手机拍照，因为它拍出来的照片是真的好看呐。单凭这个色彩，我觉得就可以让很多人觉得你是大师，即使你的拍照技术并不怎么样。当然，新的旗舰机可不能用老的方式取胜，得有新的制胜法宝才行。超广角镜头，
这次 Mate 20 Pro 除了拥有一颗4000万像素的广角头和一颗800万像素的长焦头以外，还拥有了一颗2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头。那么这个头到底有多广呢？大家可以自己感受一下。说实话，画质还算不错，不过肯定没有4000万像素的主摄像头效果好了。那么多了一个广角头有什么好处呢？当你拍风景的时候，美景就会显得更加壮阔；当你拍女朋友的时候，美女就会显得更加高挑纤瘦。而你要达到的最终目的，就是让女朋友开心啦。这张可以啊！哇，好高啊！不过你这个高是高，瘦是瘦，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呀？不过嘛，广角头的镜头畸变比较严重，倘若没有把握好拍摄角度的话，那拍出来的照片，你懂的。所以技巧很重要，你需要了解到画面的哪个地方需要畸变，然后这样女朋友会更开心的。广的有了，特写咱们也不能少啊，所以这次不叫微距了，叫超级微距。最近的对焦距离达到了2.5厘米，瞧，连指纹都拍得如此清楚，牛逼！还能拍出什么？你们比我更清楚。所以在这儿咱们就做个小游戏，我把办公室小伙伴们的眼睛都拍了个遍，大家能对上号吗？哦，对了，吐槽一下，有时候这个超级微距出来的很随性，想让它出来的时候就是出不来，好蛋疼啊！至于照片的素质，我们拿一个拍照比较屌的手机来看一看有多大的差距。下边有请索半斤。光线好的情况下，不得不说，拥有 AI 的 Mate 20 Pro 的颜色讨喜很多。XZ2P 有点偏红，放大看细节 ，XZ2P 的锐化程度会更高一些。但在某些光比差距大的地方 ，Mate 20 Pro 的 HDR 会比 XZ2P 优秀不少。但拍鲜花嘛，还是一如既往的鲜艳，好腻呀！我比较喜欢索尼这种清淡一点的。来到了大家最喜欢拿来说事的晚上，已经很明显了。在不开超级夜景模式的情况下 ，Mate 20 Pro 就已经完爆了 XZ2P， 更别说打开超级夜景了。在晚上光线这么复杂的地方，能将画面控制得如此恰到好处，优秀。没得说，在我心中，目前拍照我最喜欢的手机就是 Mate 20 Pro 了。有意思，但燃变暖。有优势还不够，你还得有一些有趣的点去吸引大家来玩。所以这次华为又搞了几个有趣的玩意儿 ，AI 人像留色，可以让你拍出一些有逼格的视频，省去了你不少后期的麻烦。但是很多时候对人物的算法还是太难了，得到一个大致的轮廓，噱头占大部分。当然，偶尔发个朋友圈装个逼还是不错。960帧的慢动作，这是很多手机都有的功能。之前 P20 Pro 也有，不过是这样的，所以这次又怎么样呢？还是很渣。看，我仅仅想在轻轨上拍个简单的慢动作，你的焦就不能对上吗？卡路里，它可以识别出你吃的食物重量以及卡路里，有时候这重量还算得挺准，不过很多时候要么识别错食物，要么重量不准，也就是一个用于装逼的玩意儿吧。无线投屏，以前需要一根线连接显示器，现在只要你的设备支持 Miracast， 就可以进行无线投屏。看，电脑版的程序很屌吧？这时候你电脑的鼠标就没用了，你的手机变成了一个触控板，只能用它移动鼠标。倘若你喜欢用 WPS 工作，那么开会的时候用它还是非常方便的。在家用大屏分享一下自己的照片也是不错的选择。你不要想着做更多的事儿，毕竟适配这个模式的软件还是没有多少。可是我就是想用手机工作呀。没问题，用蓝牙鼠标和蓝牙键盘连接到你的手机上就行了。看是不是就是电脑了呢？如果后面多开发几个这个模式下的软件，今后上班真的就可以只带手机了。目前嘛，还是不太方便。呀，手机没电了耶！哎，老板，我知道你平时工作繁忙，手机经常没电。不用怕，有我这个手机，你的手机以后就不会再担心没电啦。老谢，那个充了啷个久，还充5%，能哥，那个手机给我一下，我充满了，再还给你，不用谢哈。哎，好的，谢谢老板。哎，对呀，哎，老板，那是我的手机啊！
至于无线反向充电嘛，因为我拿它给 iPhone 10充了1个多小时 ，iPhone 10才充了5%，而自己掉了30%多的电，而且这5%发个微信瞬间没有。我劝大家还是别用这个献殷勤了，尴尬。3D 仿生成像到节目制作完成的时候，它终于雷了，叫3D 魔术师。iPapa 中有2个建好的模型，看上去很有意思啊。于是我迫不及待地开始自己建模，就钢铁侠吧。然而这个手持斜45度建模的姿势太难了，我实在无能为力。于是借助了 Osmo， 可惜还是这副模样。果然我还是玩不来如此高级的玩意儿嘛。后来我发现，原来你需要大一点、简单一点的玩偶，成功率会高很多。终于我成功了，有没有很牛逼呀？反正我很开心，因为他走路的姿势，好搞笑哦。你还可以来个 AR， 让他在现实中跳跳，逗小孩还不错的样子哦。虽然目前有点简陋就是了。你说了这么多 Mate 20 Pro 的新功能，怎么到最后都没什么卵用呢？这充分说明它的上升空间很大呀。4200毫安时的电池续航非常给力，满足你一天的办公操作。关键充得也快，30分钟可以充电70%，这点还是非常不错的。也不知道从多久开始，我期待华为手机的程度已经超过了 iPhone。在这个越来越枯燥乏味的手机市场，它总能带来一些新鲜的功能，让我产生好奇。也许那个功能是燃并暖的，但是我有欲望去使用尝试它，就已经比目前市面上很多手机厂商要强了。至少它还有自己的想法。在这个手机同质化的时代中，已经没有谁抄谁这么一说了。你看 iPhone 都可以把华为多年前的可调光圈作为亮点拿来大肆宣传一番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，也只能在这里发发无聊的牢骚罢了。所以我挺喜欢 Mate 20 Pro 的，因为我喜欢用手机拍照，因为我喜欢一些新鲜的想法。目前8G 加 128G 屏下指纹版5999元，有点小贵，因此喜欢拍照的朋友买，不喜欢拍照的朋友需要斟酌。因为这个价位完全可以买到很多性价比高的手机，为它的相机和有趣的想法点个赞吧，7.5分。好了，咱们今天来说一下这款新的台历。首先看它的材质，最开始咱们用的这种木头的，但它很容易晃，就放弃它了。所以咱们最后还是使用了这种纸质的，让人看起来更简洁。月份的话，每个月分成了上下2个月，1个月一半很快都会过去，所以你会更加的珍惜时间。然后每个月的月份的话，会穿插在一句很有趣的独白里面。记事的部分的话，就是5个小圆点。这个小圆点的话，你可以想象成重要事件的记录，也可以是画画或者记事的一些。最后的话就是里面的画面，主要采用了一种卡通的设计，卡通的东西能够带给人一种欢乐、纯真的感觉。另外不只是这样，里面的东西还会动哟。当当当当，老板，你可以贴在想要的位置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因为这样的话就可以做到每个人手上都可以有一本不同的台历。好，本期啪啪啪的就是你们曾经在这一期 PPT 里面看到的露营的时候我们用过的天文望远镜，哇，不错吧？但是很不幸的是，说明书已经弄不在了。没有关系，有需要的朋友，淘宝搜索 Testway 新寻宝，23块3起趴，现在已经开始了。好，在这里给大家商量一个事儿，那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增加英文、法文、德文，不知道很多种语言的翻译，所以请小伙伴们积极的给我们翻译一下，谢谢各位了。今天周二，淘宝评论中奖的5位小伙伴名字在这里哈，还是在我们淘宝店找客服，叫他把小礼品送给你们，谢谢。今天11月
20号哦，抽锦鲤哦。今天晚上9点钟，直播间 B 站545189，大家来哟，抽锦鲤哦。还有一定要保证你们的电话畅通，我们一定会电话确认以后才会送出奖品哦。嘿嘿嘿嘿。今天 Mate 20不趴的原因是要等到去对比小米 Mix 3、努比亚、索尼哈，到时候我们4个手机一起趴，嘿嘿嘿。好，最后淘宝旺旺上一个电视哈，一虫子23说超级无敌好吃哦，给我寄错了一包，还给我补寄，寄错的那包还送我了，太真诚了。谢谢那位铁丝的理解哈，感谢你不责备我们哈。我们就是要用这种真诚的态度一直做下去，嘿嘿。Test V， 帮你 try before you buy。